我被人诅咒永远不死，但这根本不是长生，而是带着每一世的记忆，反复转世成自己的后代。眼前这个男人，我分不清该叫他儿子还是父亲。数世轮回困在血脉牢笼里，我快被这无尽的循环逼疯。可就在我疯狂延长这一世的寿命时，却意外得知这个世界竟然能修仙。可遗憾的是，这个发现来得太晚，我这一世的生命早已走到尽头。但这一次，我没有半分恐惧，反倒浑身热血沸腾。再次睁眼，我成了前世孙子的儿子，带着数世积累的武道技艺，我修炼起来如履平地。30岁便踏入了无数武者梦寐以求的先天之境。可当我四处打探修仙之法时，一盆冷水直接浇灭了所有希望。修仙必须有灵根，而灵根唯有修仙家族才能诞生，凡人世世代代都只能是凡人，连触碰仙缘的资格都没有。不甘心的火焰在我心底疯狂燃烧，凭什么？凭什么他们生来就能遨游天地，我们凡人就只能困在方寸之地做井底之蛙？此时，一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计划在我脑中逐渐成型，找修仙家族的女子联姻，让我的家族也诞生有灵根的后代，我便能借着转世诅咒踏上修仙路。可现实比想象中残酷100倍，修仙者向来只与修仙者通婚，修仙家族更是只和同级家族联姻，凡人家族想娶修仙女，简直是痴人说梦。为了打破这层壁垒，我掏空大半家产，还签下20年卖身契，才勉强让修仙家族王家松口同意将一位旁支庶女嫁给我的长孙陈明成。做完这一切，我这一世的寿命也耗尽了，我把家族重任托付给陈明成，唯一的嘱托就是守住家业，等我下一次重生，轮回重启。这一次我成了陈家第11代子孙陈洛，可期待中的灵根并未出现，巨大的落差让我瞬间跌入谷底。但很快，意外之喜冲淡了失落，陈家不仅没家道中落，反而发展成人口过千的大家族，产业遍布甘州，更是当地赫赫有名的武学世家。镜中是张俊朗英气的少年脸庞，我重新燃起希望。凭这副容貌和数世武道积淀，未必不能吸引修仙家族的小姐。这一世，我的目标更直接，亲自娶一位修仙女。凭着数世积累的武道经验，18岁时我便踏入一流武者之境，震惊整个甘州武道界，稳稳坐上了家族少主的位置。地位稳固后，我立刻重启寻找仙缘的计划。很快得到一个关键消息：临城南50里外的方堰常年浓雾笼罩，常有樵夫看到有人御空而入，那里极有可能是修仙家族苏家的驻地。我立刻开始布局，3天后盘下临城一家老字号香粉铺，推出了一款全新产品香水。这配方突然出现在我脑海里，我甚至想不起在哪学的，但我无比确定，女人都无法抗拒它。比起传统香粉，香水气味更持久，使用更方便，只要能引起修仙女的注意，计划就成功了一半。果然，香水一经问世便被抢购一空，我的真香馆一夜成名。1个月后，掌柜陈元急匆匆来报：公子，有2个姓骆的姑娘，已经第3次来买香水了，出手阔绰，每次都清空货架，肯定是方燕谷苏家的人。我嘴角勾起笑意，时机终于来了。等他们下次再来，就说有新款香水，但多少钱都不卖，想办法把他们引到我这里来。3天后，一辆4匹高头大马牵引的豪华马车停在香粉铺门口，车门打开，2位豆蔻少女缓步走下，一个身穿红衣，鹅蛋脸，五官精致的如同画中仙子，另一个穿着紫色襦裙，身材曼妙，面容冷艳，自带一股疏离气质。陈元猜得没错，他们正是方燕谷苏家的人。红衣少女名叫苏清武，紫裙少女是苏清雅，2人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平日里以苏清武为主。苏清武一进门就直奔主题：掌柜的，把香水都拿出来。陈元按照我的吩咐，面露歉意：贵客抱歉，今日香水已售罄，暂时没货了。苏清雅柳眉挑了一下：没货了，你别想糊弄我们，我们不差银子。姑娘误会了，香水是真的卖光了，我敢对天发誓。陈元一脸诚恳，但话锋一转：不过小店其实还有一款世上独一无二的香水，只是这款是非卖品。苏清武轻嗤：非卖品？世上没有非卖品，只有银子够不够？开个价吧。这位小姐，您可真为难我了。陈元摆出一副很难做的样子：我家公子特意叮嘱过，这款香水只赠有缘人，绝对不能用来售卖。只赠有缘人吗？苏清武眼神一凝：有意思，那带我们去见见你们公子。在陈元的刻意引导下，这苏家姐妹果然还是上了钩了。1刻钟后，她们被带到我准备好的雅致院落。未进院门，悠扬琴音便传入耳中，空灵婉转，让2人不由自主停下脚步。琴音消散，苏清雅眼底满是惊艳，迫不及待催促：快带我们去见你们公子。八角亭中，阳光洒在我调试琴弦的身上，勾勒出温润轮廓。我知道，我苦心布下的局已经开始奏效了。芳龄豆蔻的少女，哪个不怀春？即便知道我是凡人，面对这样的场景，也难免会心生悸动。我故作惊讶抬头：陈掌柜，这2位是？陈元说明来意后，我起身邀他们落座，笑容温和：原来是苏小姐，失敬。苏清武立刻追问：陈公子，那款香水只赠有缘人，不知公子口中的有缘人是何种模样？我没有直接回答，缓缓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从前有个穷小子与富家千金相恋，却被女方父亲强行拆散。穷小子发愤图强，终成先天宗师，千金被迫嫁入高门，郁郁而终。他临终前调制了一款香水，取名金风玉露，纪念这段无果的爱情。我轻声吟诵：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苏清雅眼神微红，泛起泪光。苏清武神色虽平，眼神却柔和了不少。金风玉露只赠懂情之人。2位姑娘觉得自己是有缘人吗？姐妹俩对视一眼，都摇了摇头。她们生于修仙家族，婚姻由长辈定夺，从未体会过情爱。我故作惋惜：看来是无缘了。苏清武却话锋一转，说出让我心惊的话：公子故事动人，我们不强求香水，但想求购配方。我心头一凛，原来这些修仙女不吃浪漫这套，眼里只有实际利益。我故作坚定：抱歉，
配方是先辈遗留，绝不能外传。话音刚落，一道充满杀意的冷喝从院外传来，中年车夫瞬间出现在庭外，周身气息骇人。退下！苏清武厉声呵斥，车夫立刻收敛气息，退到一旁。他转向我之前，下人无礼，让公子受惊了。我淡淡一笑，无妨，区半步先天，伤不到我。只是商议不成便动粗，容易给家族招祸。苏清雅怒声道：“就凭你也配说这话？我自然不配，但天下之大，总有苏家惹不起的存在。即便你们是修仙家族。”这句话一出，苏清武脸色骤变。你知道我们的来历？不难猜。我语气平淡，半步先天甘愿做车夫。二位姓苏，且容貌先绝，整个甘州唯有方彦谷苏家能符合。苏清武神色稍缓，苏清雅却被仙姿绝色夸得心头一喜，傲娇的别过脸。苏清武很快拉回话题，语气坚定：“配方我志在必得，你开个价。”我沉吟片刻，开口说道：“我不能违背先辈意愿，配方绝对不卖，但我们可以合作。”合作？苏清武眼前一亮，连忙追问道：“怎么合作？”他不知道，我这看似妥协的提议，其实是把他一步步引入我的圈套。而他如此急切，背后其实藏着苏家的秘密。在凡人眼中高高在上的苏家，在修仙界里其实处于最底层，也就比散修强一点。整个家族只有10几名修仙者，最高修为也才炼气9层。苏家每年只能靠20亩灵田炼制少量法符和精炼灵材赚取灵石，一年下来总共也才1000多块灵石，刚够家族修仙者修炼开销，日子过得十分拮据。所以当苏清武第一次用到香水时，就敏锐地发现了商机。经过这几天的观察，更确定了自己的判断。他粗略估算过，只要拿下香水的销售权，一年至少能赚180块灵石，这相当于苏家1/10的年收入，简直是暴利。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在家族其他人发现这个商机前，牢牢抓住这个赚钱的机会，否则别说分利，她们姐妹连插手的资格都没有。看着她们急切的眼神，我微微一笑，抛出了我的条件：我负责调配香水，你们负责销售，利润我们一家一半。不行，苏清武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一半利润太高了，最多82分，我们8，你2。接下来的半个时辰，我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谈判，最终双方达成一致，3七开。谈判成功的那一刻，我知道我已经成功拉近了和苏家姐妹的距离，感情的培养急不得，先通过合作绑定利益，才有后续的可能。转眼4个月过去，我和苏家姐妹靠卖香水赚得盆满钵满，远超预期。可姐妹俩脸色日渐难看，香水配方对修仙者而言毫无保密性，没几天就被破解。比起炼丹，做香水简直不值一提。我倒不甚在意，4个月朝夕相处，我与苏家姐妹情谊渐深，尤其妹妹苏清雅已对我情愫暗生。这一半是我的精心谋划，一半靠现代恋爱秘诀。她涉世未深，便带她阅尽繁华；她纯粹懵懂，便于她独一份的温柔。于我而言，攀附苏家是扎根修仙界的关键一步。这天，素雅房间里堆着小山似的零食，苏清武反复清点，眉头紧锁。苏清雅坐立难安，姐都数几10遍了，总共854块，陈洛哥只拿240块，零头全给我们，犯不着较真。苏清武充耳不闻，指尖仍在零食上划过。苏清雅急得跺脚，陈洛哥都说香水生意不能做了，零头当补偿。苏清武终于停手，眸中满是执拗，我不要补偿，还想再赚几笔？你疯了！陈洛哥说过，漏财必遭横祸，会有性命之忧。苏清雅脸色骤变，3句话不离陈洛哥，你干脆嫁给他好了。苏清武的话让苏清雅脸颊瞬间烧红到耳根，你就是财迷心窍。苏清雅娇嗔跺脚，转身要走，我恰好提着食盒进门，笑着打破僵局，又闹什么？将食盒搁在桌上，香气瞬间弥漫。苏清雅立马转怒为喜，蹦到我跟前，陈洛哥，你带什么好吃的了？不等回应便掀开盖子，这是蛋糕，找材料费了不少劲，尝尝。我递过一块松软的蛋糕，苏清雅眼含星光，张口咬下，甜得眯起眼，太好吃了，姐你也试试。苏清武从容取了一块，刚咬下，苏清雅就急忙告状，陈洛哥，我姐还想再去方氏卖香水，劝都劝不听。我收敛笑容，语气严肃地看向苏清武，他说的是真的，修仙界弱肉强食，漏财就是祸根，你不懂其中危险，我就想再赚一点点。苏清武声音渐小，头埋得更低，眼神却依旧倔强，似藏着心事。我无奈摇头，抛出重磅消息，不是我不让你做，是我们做不了了，方彦谷早盯上我们了。苏清雅吓得脸色惨白，抓着我衣袖急道，陈洛哥，你千万别去我家，爷爷超凶的，知道你和我们做生意，肯定不会放过你，你快逃。我揉了揉他的头发失笑，我为何要逃？我没做坏事，更何况不入方彦谷，我怎么向苏家提亲？提亲？姐妹俩同时僵住。良久，苏清雅红着脸切声问，陈洛哥，你是说要娶我？我目光扫过二人，苏清武肩膀机不可察的轻颤，我定格在苏清雅泛红的脸颊上，清雅，我想娶你为妻，你愿意吗？苏清雅脸涨得通红，鼓着脸踉跄跑出房间。屋内只剩我与苏清武，他垂着头，长发遮脸，眼底闪过失落与复杂情绪，我却未曾深究。我心中清楚，苏清雅有灵根，苏家绝不会将她许给我这个凡人，选清雅是退而求其次，有苏家血脉加持，能更快推进我的计划。2日后，马车停在方彦谷外，苏清武递来一枚纳物符，语气平淡，里面有500块灵石，多出的260块是清雅的心意。我接过符篆，指尖触到她的手，一片冰凉。沿小道行至拐角，眼前豁然开朗，数百亩谷地铺展开来，谷口一群神情肃穆的老者虎视眈眈，为首国字脸中年，正是苏家姐妹的父亲苏义公。我早有预料，半月前他接到传讯，知晓女儿与凡人厮混漏财，必然怒火中烧。在他眼中，我就是觊觎苏家资源的凡夫俗子。跟我走。苏义公冷哼一声，对姐妹俩招手后，转身往大堂走去。我耸肩跟上，暗中盘算应对之策。穿过回廊，宏伟的
苏家大堂映入眼帘。我坦然立在堂中，上手位置坐着个貌不惊人的白发老头，眼神如鹰隼般打量我，压迫感十足。他便是苏家族主苏宗海，炼气9层大圆满的修仙者。落魄修仙家族的算计，远比明面上的争斗更可怕。晚辈陈洛见过苏家诸位前辈，我抱拳行礼，不卑不亢。苏宗海开口，语气平淡却带着威严：“年轻人，今日来苏家，所谓何事？”晚辈与令孙女苏清雅两情相悦，特来提亲。我开门见山。话音刚落，苏义公拍案而起，放肆！一个无灵根凡人也敢觊觎我苏家女儿，退下！苏宗海沉脸呵斥：“修仙先修心，明日起去后山闭关，突破炼气6层方能出关。”苏义公满心憋屈，狠狠瞪我一眼后愤然退下。苏宗海看向我，语气带笑：“我苏家立足900年，你这样的情况见多了，有人入赘成功，有人被打断腿扔出谷，你可知为何？愿闻其详。”我不动声色，暗忖他话中有话。因利益，苏宗海直言：“与凡人联姻远不如与修仙家族划算，你能给苏家什么？”我取出那物符，这里有500块灵石。苏宗海果断摇头，身后族人却面露喜色，这已是全族半年收益。我又掏出一叠纸，这是香水完整工艺及12种配方，含3种方式新品，可助苏家垄断低阶香水生意。苏宗海忽然发笑，取出一叠纸抛到我面前，我展开一看，心头一震，纸上内容竟与我手中配方分毫不差。原来我的工坊早被苏家监视，我却全然不知。我强压震惊，前辈大费周章，绝非戏耍晚辈，有话不妨直说，好个聪慧之人。苏宗海大笑，我族中小辈若有你一半机灵，我死也瞑目。我心头一紧，果然，他话锋一转，入赘苏家，我便许你与清雅成婚，还助你修行。前辈，入赘之事我绝不同意。我直言拒绝。我虽无灵根，却也有骨气。苏宗海脸色转冷，你不想娶清雅了？半个时辰里，他威逼利诱，我始终不为所动。最终他松口，定个君子协定，3年内你若晋升先天，便风风光光娶清雅；若不能，乖乖入赘。你与清雅的孩子，无灵根随父姓，有灵根随苏姓。我心中一喜，当即应下，一言为定。苏宗海却不知，我带着3世修炼技艺，最多2年便能突破先天。这场赌约我稳赢。3日后，我回陈家堡闭关。闭关期间，陈家在我前世救下的宗门残余势力扶持下，吞并甘州道数家帮派，势力暴涨。1年后，我借3世经验与秘境灵药，成功突破至先天，提前完成赌约。苏宗海虽惊讶，仍信守承诺。半年后，我与清雅的大婚轰动南阳城，苏家陪嫁绵延20里，陈家摆上千桌流水席，连开1月，成了百姓100年间的谈资。婚后2年，我与清雅先后诞下1子1女，皆无灵根。我并不气馁，凭3世技艺足以护他们周全。同时，陈家势力已蔓延至整个南阳郡，暗中力量不容小觑。可我没想到，第3年的一个深夜，苏清武突然找上门来。这3年，他褪去了青涩，越发清新脱俗，只是眼底多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落寞。我要成亲了。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我愣住了，恭喜！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是个炼气6层的散修，愿意入赘苏家，我爹已经答应了，下个月黄道吉日成婚。苏清武的声音很轻，带着几分自嘲。恭喜！我再次重复，心里却莫名有些不是滋味。没胆的男人。苏清武突然抬眸瞪着我，眼里闪着泪光。不等我反应过来，苏清武突然飞身扑倒了我。我要你一夜疯狂。风雨之后，苏清武独自飘然离去。我此刻满心震撼，向来以理智清冷闻名的苏清武，心底竟藏着这样一团炙热的火。这份果敢，连我这个历经世事的男人都自愧不如。9月初8，黄道吉日，方彦谷红绸覆顶，锣鼓声震得人耳膜发颤。可熙攘人群中，我却像丢了魂魄，目光死死粘在红毯尽头，眼睁睁看着苏清武与一个面容猥琐的男人并肩而立，一步步走向喜堂拜堂成亲。那抹红刺得我眼睛生疼，心底翻涌着连自己都不懂的色瘾。当晚，我妻子苏清雅突然毫无征兆的大发雷霆，摔碎了案上的瓷瓶。我耐着性子软语安抚，好话说尽，才总算哄得她平静下来。我看着妻子熟睡的脸庞，满心愧疚，一边是相濡以沫的发妻，一边是意难平的故人，这份拉扯让我彻夜难眠。时光如指尖沙，越是想握紧，流逝的越快。我将所有心思都扑在今世的目标上，埋头奔波，不知不觉间，15年光阴已然溜走。这日，陈家堡后宅的产房外，气氛凝重到了极点。苏清雅撕心裂肺的痛呼声穿透房门，我在庭院里来回踱步，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眼睛死死盯着那扇紧闭的木门，连眨眼都不敢。爹，你别转了，看得我头晕。大儿子陈成功皱着眉抱怨，少年身形已然挺拔，眉眼间带着几分英气。旁边13、14岁的大女儿陈成凤也跟着点头附和，就是啊，爹娘都生我们7个了，经验足得很，肯定没事的。我回头狠狠瞪了他们一眼，语气凝重的吓人，你们不懂，这话里的沉重只有我自己清楚。陈成凤胆子大，凑上前挤了几眼调侃，爹，除了老七，我们谁不知道你想生个有灵根的弟弟啊？这都盼了多少年了。陈成功刚要呵斥妹妹不懂事，就被我抬手制止了。凤儿说的没错，我确实执念于生一个有灵根的孩子，这是我多年来的心愿。从与苏清雅成亲那天起，我就没瞒过她这件事。这些年，清雅为了圆我的梦，接连生了7个孩子，每次生完都哭着说再也不生，可没过2年，还是会顶着压力再次怀上。这份恩情我刻在心底，起初娶妻的那点功利心，早已在10几年的朝夕相守中酿成了实打实的深情。2刻钟后，一声响亮的啼哭突然划破庭院的寂静，清脆又有力。我悬着的心瞬间落地，双腿一软，差点站稳不住。老爸终于来了！我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正要冲进产房，房门却先一步被推开，一道纤细窈窕的身影抱着襁褓走了出来，月光洒在她身上，勾勒出熟悉的轮廓，竟是苏清武。陈成凤欢快地跑过去，伸手就想抱孩子。姨妈，让我看看小弟弟。苏清武轻轻侧身躲开，语气里带着几分调侃，目光却落在我身上，你爹还没看
看呢？轮不到你这个黄毛丫头。我望着走近的苏清武，心里莫名一紧。15年光阴流转，世间万物皆有变迁，可她却一点没变，依旧是当年那副清冷绝尘的模样。时光仿佛在她身上按下了暂停键。8年前，她那个猥琐的丈夫意外离世，她再次找到我。从那以后，我们便常常在暗地里相见。我觉得对不起清雅，可面对苏清武的邀约，我又始终狠不下心拒绝，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苏清武把襁褓轻轻塞进我怀里，眼神复杂难辨，似有欣慰，又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恭喜你，陈洛，得偿所愿了。我浑身一震，手一抖，差点把孩子摔了，声音都在发颤。你是说他有灵根？我已经测过了，4灵根。狂喜瞬间淹没了我，10几年的期盼，无数个日夜的煎熬，老天爷终于开眼了。我抱着襁褓大笑出声，眼眶泛红。好，太好了，老八就叫陈成乐，愿他一生平安喜乐。老八的出生对陈家而言意义非凡，这是家族崛起的希望。但反常的是，我们没有大操大办，反而异常低调。除了2家的知情人，没人知道南阳陈家终于出了个有灵根的孩子。我和族人都以为这样就能安稳守护这份希望，却没人料到一场灭顶之灾正悄然朝着我们逼近。时光荏苒，1年转瞬即逝。我坐在客厅里，细细擦拭着一柄3寸长的古铜小剑，剑身泛着淡淡的灵光。这1年，我的修为突破到先天大成，战力远超同阶修士，尤其是轻功，更是练到了出神入化、踏空而行的地步。咣当一声巨响，客厅大门被猛地撞开，碎裂的木屑飞溅。我眉头一皱，抬头看去，只见苏清雅满脸泪痕，头发散乱，神色惊慌失措地冲了进来，浑身都在颤抖。夫君，大事不好了，我们苏家没了。他一头撞进我怀里，只说了这一句就崩溃大哭起来。我的脸色瞬间大变，急忙抱住他安抚。清雅，别慌，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我在，一切都能解决。我强装镇定，可心底的不安却越来越浓。苏清雅泣不成声，颤抖着从手心掏出一张泛着微光的千里符。我接过展开，目光扫过上面的字迹，脸色一点点沉了下去，到最后全身的血液都仿佛冻住了。苏家竟然真的被灭门了。就在1天前，苏家的死敌金丹家族周家突然精准找到了方彦谷，将苏家几十口人死死围困在谷中。为了斩草除根，周家竟派出了3名筑基修士，还有一对炼气后期的族人。苏家众人奋力抵抗，却因实力悬殊，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已然全军覆没。伏止末尾，是苏家族人拼尽最后力气留下的叮嘱，让我们一家尽快逃走。周家绝不会善罢甘休，必定会找上门来斩草除根。我又惊又怒，苏家在方彦谷隐居多年，一直安稳无事，周家怎么会偏偏在这个时候找上门？苏清雅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根本说不出个所以然。我猛地想起一件事，心脏骤然一缩，难道是因为那颗筑基丹？这10几年来，苏家靠着独门香水生意，每年能结余300-400块灵石。苏家族长骆宗海已年近90旬，再不尝试筑基，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半年前，苏家下定决心，倾尽家底也要让骆宗海冲击筑基境。苏家为了凑齐买单的灵石，便卖的最后一件祖传灵器赤龙剑。我也是后来才知晓，赤龙剑是苏家老祖筑基时的本命灵器，威力无穷。这柄剑出现在梁国方氏的拍卖会上，恰巧被周家的一位筑基修士撞见。周家这才惊觉，当年侥幸逃脱的苏家余孽，竟然一直躲在梁国。苏家的祖地本在天荒域大雍朝，曾经也是声名显赫的金丹家族。苏家老祖与邻近周家的金丹老祖是死对头，后来苏家老祖作化，周家便带头联合其他势力围攻苏家，苏家大阵被破，族人死伤惨重，几乎全军覆没。骆宗海一行人拼死突围，才得以隐居方彦谷，苟延残喘至今。夫君，我们怎么办？周家马上就要来了。苏清雅紧紧抓着我的衣袖，眼神里满是恐惧。别慌，有我。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苏家已经没救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我的家人。一个残忍的念头，此刻却在我心底疯狂滋生。周家，此仇不共戴天，今日之辱，今日之仇，我陈洛必定100倍奉还。就算今生不行，还有来世，总有一天，我要让周家血债血偿。咬了咬牙，我做下了一个痛苦却又不得不做的决定。为了提高生还几率，我和清雅只带陈成乐逃走，其他7个孩子交给7位最信任的近亲族人，分开逃亡。这样一来，就算有一路被周家追上，也能保住其他孩子的性命，不至于满门覆灭。我立刻去找家主陈和兴，把苏家灭门的消息和我的计划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陈和兴脸色骤变，呆立在原地许久，才缓过神来。几十年的家主不是白当的，他很快冷静下来，雷厉风行地召集了7位近亲族人，1刻钟内就把所有事情安排妥当。每个族人都郑重发誓，定会拼尽全力护住孩子。2个时辰后，我站在陈家堡门口，看着一辆辆载着孩子的马车朝着不同的方向疾驰而去。每一辆马车离开，我的心就像被狠狠揪紧一分，疼得喘不过气。为了安全，没人知道彼此最终的目的地，就连我也不清楚。孩子们身上都带着一块独一无二的家族信物，只为日后能有相认的可能。我望着马车消失的方向，眼眶通红，甚至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夫人，别再看了，我们该走了。我把程乐装进特制的睡袋，牢牢捆在背上，硬拉着还在痴痴遥望远方的苏清雅，跳上了早已备好的2头千里神驹。保重！我回头看向陈和兴，他的头发不知何时已经全白了，眼神里满是不舍与担忧。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千言万语都化作这2个字。1年后，我带着清雅和程乐逃到了天柱山附近，从此隐姓埋名定居下来。天柱山在修仙界可是鼎鼎有名的存在，号称天之中轴，世界中央，更是散修和采药客的天堂。为了给程乐攒够修炼资源，我没敢闲着，很快就成了天柱山几十万采药客中的一员。我的日子变得简单而枯燥，每天埋头钻进深山，采集各种灵药，再拿去换灵石、法术秘籍之类的修炼
资源，这一干就是23年。天柱山的灵药多到数不清，但要说最出名的，还得是紫气枝。这东西等级分得极清楚，100年以下是白枝，100年到500年是青枝，500年以上赤红如火，叫赤火枝，只有1000年以上的才配叫紫气枝。500年的赤火枝是炼制筑基丹的主料，1000年的紫气枝更是凝结金丹的核心药材。就这2个用途，直接让紫气枝成了修仙界的香饽饽，人人趋之若鹜。不知道多少年前，修仙界所有大门派都心照不宣地发布了一个无限期任务，不限数量，不计药龄，永久收购天柱山独有的紫气枝，报酬还提前摆得明明白白。一株500年的赤火枝，要么换一枚筑基丹，要么换一块山门令牌，不管有没有灵根，只要拿着令牌，就能无条件拜入对应修仙宗派。可要是运气爆棚踩到1000年紫气枝，那可就祸福难料了。没筑基以上的修为，根本保不住这宝贝。要知道，这可是连金丹真人都得抢破头的3阶宝药。怀璧其罪的道理，在修仙界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无上限的悬赏，直接点燃了无数人的发财梦、修仙梦。几千年来，不管是江湖侠客、炼气散修，还是筑基修士，甚至金丹真人，都扎堆往天柱山跑，为了找灵药奇珍，把命都赌上的人不计其数。我正琢磨着这些陈年旧事，头顶突然传来一声炸雷似的暴喝，差点把我的耳朵震聋。无耻老贼，总算让我找到你了，看你今天往哪儿逃！我仰头一瞅，一个40来岁的彪形大汉映入眼帘。这家伙满脸怒容，脚下踩着一把根本板式的大剑，正朝着悬崖这边快速俯冲过来，周身气息凌厉，显然是动了真怒。看清是他，我忍不住笑了笑，半只脚已经踏在了悬崖边上。迎着刮脸的狂风，我眯起眼睛，突然纵身一跃，身体直直坠向下方的虚空，下坠速度越来越快，耳边风声呼啸，转眼就钻进了云雾深处。我运转真气，身体像鹰隼般灵活，轻松躲开横生的树枝和掉落的土石。大概坠了万米远，我突然双手大张，腰间的2片帆布瞬间展开，像2只翅膀似的，被风鼓得满满当当，正是我改良的翼装。下一秒，下坠速度骤降，我瞅准一株突出峭壁的松柏，轻飘飘落上去，脚下一点，身子像箭似的射入旁边的云雾里，踩着虚空连跳几下，瞬间就掠出几百丈远。找到一处能容身的石缝后，我立刻停下脚步，贴着岩壁钻了进去，紧接着运起龟息功，进入假死状态，连呼吸都变得微不可察。风呼呼地刮着，云雾翻来滚去，将石缝彻底遮掩。没过一会儿，一道雷霆般的怒吼传进我耳朵：入云龙宫孙胜，老子记住你了，早晚把你这无耻老贼抓住！行走江湖，谨慎第一。我从没跟人说过真名，对外一直自称公孙胜，绰号入云龙，这也是为了隐藏身份，避免被周家盯上。听到这吼声，我心里直叹气，不就是用云龙酒变换了你一株300年的青枝吗？至于这么死缠烂打，韩玄武啊韩玄武，你也太轴了！怕他守株待兔，我在石缝里躲了整整1天，直到天黑透了，才敢悄悄探出头张望。小心驶得万年船，这20多年的血雨腥风不是白闯的。偷袭、埋伏，为了夺宝大打出手的场面，我见得多了。要是不够谨慎，我早死在哪个不知名的角落里了，根本活不到现在。我抽了抽鼻子，闻了闻山风，确定空气里没有其他人的气息，才松了口气。2刻钟后，我突然停住了脚步。我脚下的峭壁草木稀疏，山体发黄，土层都板结开裂了，连点生灵的影子都没有。也正因为这样，1000丈外山壁上悬浮的巨大球状光焰才格外显眼，那是紫阳宗的光焰符，也是灵石交易会的标志。天柱山地势特殊，采药客分散各处，来回不便，所以修仙界各大宗派常会派弟子来这儿开灵石交易会，方便我们兑换物资和修炼资源。这也是天柱山不成文的规矩。7、8个呼吸的功夫，我就踏上了山壁外的石台。台上已经架起了好几堆篝火，篝火旁围着一群神情各异、满脸风霜的采药客，人人身上都带着常年进山的疲惫与警惕。看到我来，这群人先是一愣，下一秒，篝火旁就有人蹭地站了起来，正是跟了我一路的韩玄武。老天有眼，公孙老贼，你居然还敢现身！他怒目圆睁，双拳紧握，周身气息都变得暴躁起来，恨不得立刻冲上来与我动手。看着他狰狞的脸色，我心里暗叫倒霉，今天出门没看黄历，怎么又碰上这混人了？这韩玄武原本是江湖侠客，后来遇到高人，才知道自己有灵根，高人传了他一门炼气功法，就飘然离去。他天赋是真高，自己摸索着修炼，短短20年就到了炼气6层。虽说成了修仙者，可他爱武成痴，还是以武者自居，平时就爱收集武功绝学，性子也格外执拗。3个月前的交易会上，我用云龙九变的功法换了他那株300年青枝，后来他没练成，就认定是我藏私，故意留了后手，追了我整整3个月。不管我躲到哪儿，总能被他找到。我丝毫不慌，大步走到火堆旁，语气平淡的开口：韩武痴，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有胆子你就动手试试。韩玄武脸色一僵，伸到半空的拳头硬生生停住，终究是没敢动手。他狠狠撂下一句：你等着，交易会结束咱们再算账，就满脸不甘的坐了回去，眼神却依旧死死盯着我，不肯放松。天柱山有个铁规矩，交易会上绝对不能动手，违者会被所有在场宗派联合追杀，不死不休。我有意无意瞥了眼人群中穿紫色法袍的年轻人，那是紫阳宗负责主持交易会的内门弟子，此刻正若有若无地留意着这边，显然也察觉到了气氛不对。我在天柱山混了23年，虽说还没正式踏入修仙界，只是个先天武者，但名气可不小，胆大包天，老练奸猾，翼装飞行第一人，甚至还干过伏杀炼气后期修士，从筑基修士手里成功逃生的事，这些都是我的标签。不少采药客都对我又敬又怕，一些相熟的采药客纷纷跟我打招呼，我抱拳一一回应，找了个熟人多的地方坐下，既能避开韩玄武的纠缠，也能多几分安全。交易会很快开始，有人凑到紫阳宗弟子那边兑换物资，其他人则铺开包袱，摆出风干的灵药、残破的法器刀剑、不知名的矿石、妖兽爪牙之类的东西，互相议价交换，现场瞬间热闹起来。
我也一样，解开背包，把东西全倒在地上摊开，3颗百年珠果，一张穿山铁甲兽的兽皮，一株脸大的青枝，2株嫩如玉的白枝，一把青铜小刀，还有一件叠好的蓝色法袍。这些都是我这1个月的收获，虽不算珍惜，却也能换些实用的资源。但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我犹豫了一下，从怀里掏出一块晶莹剔透、发着莹莹白光的圆形玉佩。这东西一亮相，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现场瞬间安静了几分。一阶护身玉佩，有人惊呼出声，语气里满是羡慕。肯定是这公孙老贼又偷袭了哪个门派的弟子，仗着轻功好就到处捡便宜，要不是跑得快，早被人扒皮抽筋了。议论声此起彼伏，我全当没听见。这些闲言碎语我早已习惯。很快就有人凑上来问怎么交换，我稍微提高声音，故意让所有人都听见，只换黄牙丹、青玉伞这类能增长修为的灵丹。那人尴尬的笑了笑，公孙兄，你一个先天武者，要这些修仙灵丹也没用啊。我这儿有回春丹和先天丹，都是武者疗伤增功的好物，你看，其他一概不换。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那人哼唧了2声，悻悻地走了。可紧接着凑过来的人让我头都大了，正是韩玄武。韩老弟，至于吗？我一脸诚恳地看着他，我真没藏私，你练不成云龙九便是体质不合，那功法本就需身轻如燕的底子，跟我没关系。说实话，我对韩玄武印象不算差，他讲江湖义气，做事光明磊落，还不歧视我们这些凡人武者。比起修仙界那些阴狠狡诈之徒，已经强了太多。而且我说的是真话，没有对应的体质，云龙九便练到巅峰也就能1步7、8丈，哪像我这样能1步10丈，踏空而行。可韩玄武根本不信，在他眼里，我这公孙老贼的名声早就臭大街了。我说的话没一句靠谱，他认定云龙九便有诀窍，不然以他的练武天赋，不可能练不成。我正想再劝2句，鼻子突然猛地抽动了几下，一股极淡却很奇特的气味钻进了鼻腔，阴冷中带着几分血腥气，绝非寻常草木或妖兽的气息。我脸色微变，悄悄环顾四周，交易还在火热进行，众人神色如常，没任何异常，可那股异味却在一点点变浓，显然正朝着交易会的方向靠近。自从去年达到先天极限后，我的嗅觉就变得异常灵敏，能分辨出空气里所有复杂的气味，甚至能闻到修仙者都察觉不到的微弱气息。我管这能力叫灵嗅，说白了就是个狗鼻子。这几年我能多次死里逃生，全靠这本事预警。我立刻用传音入密提醒韩玄武，听我的，赶紧走，有危险。说完，我手脚麻利地把地上的东西收回背包，突然站起来，故意怒气冲冲地冲韩玄武吼道：好，今天算我倒霉遇上你，我走还不行吗？有胆子你就来追！不顾其他人异样的目光，我快步往外面走。公孙老弟，等等，换完玉佩再走啊！一个相熟的采药客高声喊我，可我压根没理，脚底涌出先天真气，身形一闪就跳进了黑暗里，只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下一秒，我就像被什么坚硬无比的东西狠狠撞了一下，胸口一阵剧痛，狼狈地倒飞回来，重重摔在石台上，嘴角溢出一丝血迹，我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到了极点，是结界。这时，其他采药客也察觉到了不对劲，现场迅速安静下来，人人面露警惕，纷纷起身戒备。那个紫阳宗弟子突然站起来，快步走到我身边，沉声问道：出什么事了？我擦掉嘴角的血迹，抬头看向他，冷声说道：外面被人布了结界法阵，我们都出不去了。所有人都倒抽一口凉气，心底同时冒出一个念头：要糟！就在这时，空气中的异味骤然变得浓烈刺鼻，小心！我猛地大喊一声，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我已腰身发力，身体后仰如铁板桥般贴紧地面，平平地倒飞出去。一道炽热红光擦着我鼻尖掠过，火浪瞬间爆裂，呛人的辣味混着灼热气浪席卷开来。转眼间，惨叫声此起彼伏，那紫阳宗弟子的狂笑声却格外刺耳，在山谷间回荡。嘿嘿嘿，时间是早了点，不过也差不多了。是地废毒液！韩玄武仓促大喊，声音里满是惊慌。他不是紫阳宗弟子，是地焰宫的魔徒。话音刚落，轰隆一声巨响，爆炸接踵而至。我借着倒飞的力道一个翻滚，躲到石台边缘的碎石后，飞快掏出几颗解毒丹吞服，旋即运起龟息功进入胎息状态。即便如此，胸口的灼热感依旧翻涌，头晕眼花，恶心反胃的滋味钻心蚀骨。那魔徒状若癫狂，不停抬手甩出赤红火球，火球触物即爆，炸出一圈圈滚烫火浪，狂风卷着烈焰肆虐，所过之处草木瞬间燃尽。不过片刻，整片石台就被火海吞没，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所有人身体里的灵力都像被无形枷锁锁住，能调动的进不到1成，连抬手反抗的力气都没有。唯有韩玄武精通各路武学，肉身强横，还能勉强调力躲闪。魔徒一边操控火浪，一边转头冲我阴恻恻笑道：你倒是警觉，我刚放出布灵伞就被你发现，幸好提前布了法阵，不然还真让你跑了。魔徒脸上露出不屑，陡然一声大喝。我抬头一看，一道红光凝聚的利刃从头顶直斩而下，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我脸色大变，双手猛地向上一托，一道3尺厚的真气墙瞬间凝成，死死挡向红光。可这一切都是徒劳，真气墙在红光面前，竟像热刀切黄油一般被轻易切开。砰的一声巨响，红光骤然停住，露出一柄淡红色小剑的模样，是我贴身的护身玉佩，在危急关头自动展开一道圆形白光罩，替我挡下了这致命一击。而玉佩的代价是表面裂开了数道触目惊心的缝隙，灵气也开始涣散。此时的石台早已一片死寂，韩玄武飞快跑到我身边，脸上又惊又怒，声音带着颤抖：陈洛，你鬼点子多，快想办法逃出去！我不能死，我闺女还等着我回去呢。正想呢，我喘着粗气，肺里的灼热感越来越强烈，脚下的石头被火浪烤得滚烫，几乎要融化，根本无处落脚。头顶的飞剑一次次撞击着白光罩，罩子的亮度越来越暗，玉佩上的裂缝也越来越多，随时可能碎裂。我不知道这玉佩还能撑多久，但我清楚，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老子跟你拼了！另一边，韩玄武被火球追得走投无路，气急败坏地掏出一把法符，将体
体内残存的灵力尽数灌注进去，不管不顾地朝魔徒扔去。火球、冰剑、金色刀芒，十几道一阶5行法术同时爆发，朝着魔徒砸去。可那魔徒却一脸淡定，随手打出一道法诀，身前的火焰瞬间暴涨至1人多高，凝出3面厚实的火焰盾牌，轻描淡写地挡住了所有攻击。看到这一幕，韩玄武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露出绝望之色。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突然跳到他身边，满脸急切又带着狂喜大喊：“你有没有水冰类的法符？我们有救了！”韩玄武眼中瞬间闪过一丝光亮，连忙大喊：“有！”说着从腰里掏出一大摞法符。我这才想起他本就不擅长采药，为了攒灵石修炼，平时还兼职修仙物资2道贩子，储备了不少法符、丹药之类的东西，还有8张水冰系的，全是上品。太好了！我语速快得像连珠炮，待会儿我让你往哪扔，你就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些全砸出去，一丝都别迟疑，听明白了吗？明白。生死关头无需多言，短短几句对话，我们便已达成共识，眼神里满是背水一战的决绝。准备好！我飞快扫过四周，目光死死锁定几丈外一处地面，那里火浪翻滚最烈，地面被烧得赤红，几乎要化成岩浆。韩玄武虽满心疑惑，却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运起最后一点灵力，将所有水冰系法符尽数激活，朝着那片赤红地面砸去。霎时间，3、4颗水缸大的湛蓝水球，7、8根胳膊粗的冰剑，几十上百枚细如牛毛的玄冰针，密密麻麻地砸向目标。滋啦一声刺耳的声响后，大量灰白色的雾气瞬间蒸腾爆发，短短几秒就填满了方圆几丈的空间，将我和韩玄武彻底吞没，也成功挡住了魔徒的视线。被烧得如岩浆般的地面，在水冰法术的冲击下迅速冷却凝固，重新露出灰白色的石头，还咔咔裂开了无数细小的缝隙。我懂了！韩玄武狂喜地大喊：“你是要利用冷热交替阵列地面？”我没工夫跟他多解释，时机稍纵即逝，立刻从腰间抽出一把3尺软剑，将仅剩的先天真气尽数灌入，软剑瞬间变得笔直坚硬，寒光凛冽。我倒转剑柄，用力猛地插向地面，咔嚓一声，剑身大半插进石头里。我握紧剑柄，用力滑动，剑身带着灵力真气反复横切。短短2秒，我脚下3尺厚的地面就被切成无数碎石，周围的裂缝也迅速变长变深。下一秒，咔咔的断裂声密集响起，方圆2丈内的地面轰然碎裂坍塌。我感觉脚下一空，身体跟着无数碎石一起坠向石台之下的万丈深渊。得救了！我心里狂喜，脸上忍不住露出笑容。可就在这时，上方传来魔徒万分不甘的怒吼，紧接着一道红线划破夜色，瞬间越过10几丈距离，狠狠斩在我身前仅剩的白光罩上。砰的一声，白光罩不堪重负，碎成无数光点消散。红线速度稍减，却依旧快得让人看不清轨迹，直扑我的头颅。我瞳孔骤缩到极点，诡异的一幕突然发生，视线里的红线竟突然慢了10几倍，飞剑的剑身纹路都变得清晰可见。我心如止水，脑子里瞬间倒映出飞剑的运行轨迹，右手握紧软剑，全力刺出，剑尖精准无比地撞上飞剑的剑尖，针尖对麦芒。紧接着，我将毕生修炼的一甲子先天真气毫无保留地轰然爆发，一股巨大的冲击力从剑身传遍全身，跟随我10几年的软剑瞬间寸寸断裂。万幸的是，那柄红色飞剑也被我这一击击飞出去，坠向深渊。借着这一击的反作用力，我的下坠速度陡然加快，短短几个呼吸就钻进了下方翻涌的云海。又坠了2000丈后，我迅速展开腰间的飞翼，借着云海的风力，悄无声息地融入黑夜，终于成功逃出升天。10余年的时间一晃而过，当年那场死亡遭遇不过让我受了些轻伤，休养数月后，我便又背弃采药笼，继续穿梭在天柱山的险峰峻岭间，采集灵药奇珍。俗话说，夜路走多了，终会遇到鬼。我万万没想到，这话竟应验在了自己身上。作为天柱山翼装飞行的开创者，我靠着这门本事闯过无数险地，可谁能想到，我引以为傲的飞行生涯，竟栽在了天柱山最凶险的云海乱流里。云海乱流是天柱山独有的气候天象，危险又复杂，像无形的飓风龙卷，就算是筑基修士遇上，都得脱层皮，更别说我这个先天劲舞者。被吸入乱流的瞬间，我的身体就开始不受控制的翻滚，天旋地转的眩晕感铺天盖地而来，我像一片落叶被裹挟着，飞向未知的深渊。不知在乱流中翻滚了多久，脑袋猛地撞上一块坚硬山石，一阵剧痛传来，我彻底昏迷过去。再次醒来，我被挂在一根粗壮的树藤上，我挣扎着起身，环顾四周，山石草木都是天柱山的常见模样，可这漫天浓雾却让我心底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一个时辰过去，浓雾毫无消散的迹象，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中炸开，我被卷到了天柱山背阴面的死亡宝地，冷汗瞬间浸透了我的衣衫。天柱山的正阳面和背阴面简直是2个世界，这座山太高太大，阳光根本照不到背阴面，这里常年浓雾笼罩，正午都看不清几丈外的东西，夜里更是伸手不见五指。这里是灵药奇珍的天堂，却也是万千采药客的埋骨之地，从未有人踏足的蛮荒深处，藏着数不清的机缘，更蛰伏着无数吃人的凶手。死亡宝地这4个字，是采药人用一条条性命堆出来的警示。求生的本能让我立刻行动起来，手脚并用的攀爬山壁，几百丈的路程走得步步惊心。毒虫不时从石缝中窜出，凶兽的嘶吼在浓雾中隐约传来，每一声都让我汗毛倒竖。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温度骤降，山壁结了一层薄冰，湿滑无比，稍有不慎便是坠入云海，尸骨无存的下场。好不容易找到一处狭窄的山缝容身，山缝里寒气刺骨，可这点冷根本比不上心里的苦
恐惧。我太清楚这里的夜晚有多可怕，云海中的妖兽比正阳面多数倍，更有庞然大物在深处游弋，偶尔泄露出的一丝微压，都能让我惊骇得喘不过气。我不敢有丝毫松懈，立刻进入胎息状态，调动全身感知，警惕着周围的危险。短短1个时辰，我就在浓雾中目睹了3、4场惨烈的厮杀，妖兽的嘶吼，搏斗的撞击声，濒死的哀嚎声在浓雾中回荡，听得人头皮发麻。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懂了死亡宝地的重量。没有筑基实力，就算是炼气大圆满，也难活下去。普通采药人根本撑不过1天。可命运总在绝境中给人转机，这片吞噬无数生命的死亡之地，很快就展露了它宝地的一面。当我拼尽全力爬上一处凹进山壁的坡地时，眼前的景象让我瞬间愣住。视线所及之处，遍地都是价值不菲的灵药，株株粗壮硕实，年份极高，血色欲滴的血剑草，七星环绕的七星叶，晶莹剔透的龙涎火，洁白无瑕的无心花，金光灿灿的金莲子，每一株拿出去都能在修仙方式掀起一阵争抢。就在我激动的采摘灵药时，眼角余光瞥见一抹赤红，在昏暗的浓雾中格外显眼。我循声望去，2丈外的枯树根上长着一株脸盆大的灵芝，通体赤红如火焰，纹路细密，灵气萦绕，是赤火枝。我快步冲过去，指尖轻触，传来的灼热感让我浑身发麻。是真的，赤火枝是炼制造鸡丹的核心药材，一株普通的赤火枝就能换1颗筑基丹，而我眼前这株表面的纹路我数了一遍又一遍，整整831圈。这株赤火枝年份超800年，足以兑换1颗上品筑基丹。修仙界的筑基丹分品阶，下品成功率不足1成，上品却能超过3成，3成的成功率足以让无数卡在炼气大圆满的修士疯狂。稳了，陈家成为修仙家族的事稳了。我这辈子最大的目标就是让陈家摆脱微末身份，踏入修仙家族之列。有了这株赤火枝，我那不争气的儿子也能半步踏入筑基大门了。想到儿子，我又气不打一处来，放着修仙的光明大道不走，偏钻武道的牛角尖。武道哪有修仙香？这片坡地的灵药多不胜数，100年份的随处可见，甚至还有3株1000年灵药。可背包空间有限，我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终只将800年赤火枝和另外8株价值最高的1000年灵药装进背包，其他灵药只能放弃。在这凶险之地，负重太多只会拖累速度，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就在我挖掘最后1株灵药时，一股血腥气顺着浓雾飘来，若有似无。我心中警铃大作，猛地登地扑向提前找好的藏身石洞。刚钻进去，一股腥风就狂涌而入。我偷偷从石缝瞄向洞外，心脏差点跳出来，是一头成年血翼飞蜥。这凶兽鳞甲七零八落，满身伤口，神态萎靡，显然刚经历恶战。奇怪的是，它并未舔舐伤口，反而直奔赤火枝生长的枯树根，用利爪疯狂刨土，片刻就挖出3尺深坑，叼出一块黑泥吞了下去。更诡异的是，吞了黑泥后，它的伤口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精神大振，双翅一震，直冲云霄。我目瞪口呆，好半天才回过神。待飞蜥远去，我冲出石洞，跑到土坑前，抓起一把暗褐色泥土，一股极淡的异香钻进鼻腔。我舔了一口，极致的苦涩瞬间蔓延，这莫非是传说中的药泥？灵药自然枯萎后，经千百年腐败风化，化为药土，再经数万年堆叠，便会生成能加速灵药生长的药泥。它能直接吞服滋养经脉，最珍贵的却是催熟特性。我激动得浑身发抖，立刻四处挖掘。1个时辰后，坡地被我挖得坑坑洼洼，我脸上喜忧参半。药泥确实存在，却只在枯树根周围才有。我看着这些根系，心里掀起惊涛骇浪。这阴暗之地怎会有如此发达的古树？若它存活至今，该是怎样的参天巨擘？想来是不知多少年前古树断裂，树干坠入深渊，残存根系顽强活了下来，枯死部分化作药泥，才滋养出这片灵药宝地。我心中狂喜，立刻用药泥将背包里的9株灵药仔细涂抹一遍，既能保药效不流失，又能掩盖药香，避免引来凶兽。临走时，我又砍下一小节新鲜树根放进背包，这东西定有妙用。离开坡地后，我开始了漫长的寻路之旅。天柱山有个特点，只要横向攀爬，总能绕到正阳面。我不知道爬了多久，一次次与凶兽擦肩而过，一次次死里逃生，衣衫破烂，伤口层层叠叠，全凭一口气支撑着。终于，一缕温暖的阳光刺破浓雾，照在我脸上。我抬头望去，热泪盈眶，眼前是澄澈的蓝天，翻涌的云海，是我魂牵梦萦的正阳面。我沉落，活着从死亡宝地走出来了。几个月后，沂水河畔陈家庄园的祠堂里，一声怒吼震得房梁上灰尘簌簌掉落，给老子跪下！扑通一声闷响，虎背熊腰却长着张清秀脸蛋的陈成乐干脆利落地跪倒在地。爹，我知错。呸！你知错个屁！我抄起手边的藤条，却没真往他身上招呼，恨铁不成钢地骂道：这些年我和你娘苦口婆心说过多少回，你修炼几10年才堪炼气3层，你媳妇韩青青天生5灵根的废灵根都炼气5层了，你个4灵根连废灵根都不如，快说，是不是又把灵元丹偷偷给他了？陈成乐梗着脖子辩解：爹，我修炼就打瞌睡，灵元丹给我也是浪费，不如给青青。浪费！我火气更盛，藤条往地上一拍，你媳妇那废灵根根本不可能筑基，灵元丹给他才是真浪费，不如留给宣汉和兰兰。大孙子陈宣汉12岁炼气2层，和他爹一样是4灵根，小孙女陈宣兰才6岁，却是天生金土木3灵根，那是陈家未来的希望，筑基可期。谁知陈成乐还不服气：爹，练武多好啊，您不也是先天武者吗？为什么非要修仙？混账！我勃然大怒，练武能长生吗？100年之后，任你武道通天，还不是一堆黄土？我问你，家族祖训是什么？话音刚落，一个小小的身影从门口蹦进来，奶声奶气喊道：爷爷，我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修仙高，是我的宝贝孙女兰兰。我脸上的怒气瞬间烟消云散，扔掉藤条，大步走过去，一把将她抱进怀里。哎呦，我的乖兰兰来了，奶奶呢？奶奶在后面呀。兰兰搂着我的脖子，小脑袋在我脸上蹭了蹭，瞬间融化了我的心。紧接着，老伴苏清雅的身影出现在门口，70多岁的她早已白发苍苍，满脸皱纹。她一见儿子跪着，立马不乐意了：死老头
头子。程乐都快40了，你怎么还动不动让他下跪？他不愿意修仙，你逼也没用啊！糊涂！我瞪了他一眼，你也是修仙家族出来的，难道不知道唯有修仙者才是人上人？陈洛，你这是嫌弃我老了不懂事？苏清雅眼睛一红，抹起了眼泪。我辛辛苦苦给你陈家生了8个孩子，现在你倒嫌我了？得，我这辈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伴哭。连忙服软，我错了，你别哭了。程乐，还不快滚出去！陈程乐如蒙大赦，爬起来就跑。苏清雅得意地看了我一眼，可当她的目光落在我满头黑发、面容不过50许的脸上时，眼神里闪过一丝落寞。岁月不饶人，她早已苍老，而我靠着先天武者的底子，依旧精神矍铄。这份落寞很快被孙女的笑声冲淡，可我心里清楚，儿子的事终究是块心病。就在这时，陈程乐又匆匆跑回来，脸上带着急切：“爹，岳父来了，在客厅等你呢。”韩玄武，我眼中金光一闪。10几年前，我俩从魔徒手下死里逃生，他因揭发地焰宫魔修有功，拜入紫阳宗，如今已是炼气9层修士，还被筑基后期大能收为弟子。2个月前，我通过他知道了一个重要情报，紫阳宗要拍卖百年令，你陪着你娘和兰兰，我去见你岳父。我嘱咐一句，快步走向客厅。客厅里，韩玄武正端着茶杯品茶，见我进来，连忙起身：“陈大哥，玄武不用客气。”我直接开门见山：“消息确认了吗？紫阳宗今年会放出几枚百年令？”韩玄武伸出一只手翻了翻，压低声音道：“整整10枚。”我心头一震，强压激动追问：“这百年令到底是怎么回事？”韩玄武缓缓道出前因：20几年前，紫阳宗一位金丹大圆满真人冲击元婴，炼制元婴丹一连失败2次，宗门元气大伤，如今不得不卖资源回血。这百年令代表着一条异阶灵脉的100年拥有权，还能受紫阳宗庇护。异阶灵脉足够供养出筑基修士了。我呼吸瞬间急促。陈家只是微型炼器家族，这些年一直被大雍周家盯着，如履薄冰。若是能拿到百年令，不仅能安心培养后辈，还能不惧周家威胁。起拍价多少？每年要多少租费？起拍价5万灵石，最少6万才能拿下。韩玄武摇摇头，咱们2家加起来也凑不齐，租费更是巨款。你怎么知道我买不起？我嘴角勾起一抹笑意。韩玄武愣了愣，陈大哥，你有5万灵石？灵石没有，但等价的宝物我有。我起身示意他稍等，转身回房取出6个玉盒。当我打开第1个玉盒时，韩玄武瞬间跳起来，眼睛瞪得像灯泡。赤火之，这起码有800年要领。看着他眼中的急切，我缓缓开口：“这株赤火之送给你了。”什么？韩玄武以为自己听错了。陈大哥，你没开玩笑吧？自然没有。我语气郑重，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筑基之后帮我看顾陈家几年，最好能等到宣汉或兰兰筑基。韩玄武哈哈大笑，拍着胸脯保证：“陈大哥，这说的什么话？宣汉和兰兰也是我的外孙外孙女，我自然会护着他们。”我满意点头，将赤火之推到他面前，接着打开其他玉盒。嘶！韩玄武倒吸一口凉气，1尺7寸的血剑草，起码1500年火候，还有琥珀石兰、7灵芝。陈大哥，你这是挖到宝窝了，采药几10年，也就存了这么点东西。这些灵药，你帮我估算下价值。除了血剑草，其他4样大概1万6灵石，加上血剑草，至少6万。筑基剑修争抢的话，还能多卖1-2万。好，我点点头，拍卖会的事就交给你了。韩玄武眼神一亮，陈大哥放心，我师父是筑基8层剑修，有他老人家撑腰，没人敢跟咱们抢。而且我师父是剑修，这血剑草卖给他，保证不吃亏。转眼间2个月过去，紫阳方是张灯结彩，人山人海，各地修仙者都被这场拍卖会吸引而来。我带着陈承乐和韩青青前来，我是凡人不便出面，便让他们夫妻俩去采购灵药种子。我要再闯死亡宝地，利用那里的药泥，培育结晶丹的主要穷神花和九曲参。布局当下，远谋千年，陈家要想真正立足，光靠1枚百年令可不够。拍卖会现场，韩玄武早已站好位置，冲我们摇摇点头。我坐在角落里，看着台上流光溢彩的宝物，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百年令，我陈家势在必得。1个月后，随着最后一批紫阳宗杂役从龙里湖撤离，在韩玄武的带领下，陈家搬进了湖畔的庄园。龙里湖从发现到开发已有2000多年，紫阳宗经营此地近1000年，是块产出稳定的宝地。陈家以6万3000灵石拍下百年令，只因这里是一阶水形灵脉，大半藏于湖底，除了200多里湖面产出的灵性鱼虾，并无太多稳定收益。对我而言，这不过是给陈家找个安稳容身之处，足矣。可刚搬来没多久，第一个惊喜就撞上门来，湖边竟藏着8亩灵田。在紫阳宗地界私开灵田是大罪，不知是哪位胆大包天之人所为，但对陈家来说，8亩灵田已然绰绰有余。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儿子陈承乐和儿媳韩青青的关系愈发和睦，韩青青竟再次怀孕，陈家要添丁，这可是天大的喜事。为了8个月后出生的第3个孙子，我开始忙碌起来，陆续购置辟谷丹、除味丹、护身玉牌、破甲剑、混金软剑等进山所需之物。我决定提前前往天柱山，却没敢告知家人此行的真正危险，只谎称是去采药。出发前，我拉过陈承乐，偷偷塞给他1枚锦囊，郑重叮嘱我万一半年后还没回来，你就打开这锦囊。承乐虽性子懒散，却不愚笨，瞬间听出诀别之意，急得连连劝说。可我心意已决，无人能拦。毅然告别家人，我踏上前往天柱山的路。前路凶险未卜，没人知道这一去能否平安归来。3个月后，龙里湖陈府迎来了惊魂一刻。我满身狼狈地出现在庄园门口，断了一条胳膊，胸腹间伤痕累累，整个人虚弱到极致，全凭最后一口气撑着。刚见到夫人苏清雅，紧绷的神经骤然松弛，眼前一黑，直直倒了下去，昏迷不醒。陈家顶梁柱突然倒下，苏清雅当场吓昏过去。就在府内一片混乱，下人们惊慌失措之际，韩青青突然站了出来。她临危不乱，一边严密封锁消息，防止别有用心之人趁机作乱，一边立刻发送传信符，催促父亲韩玄武赶来主持大局。韩玄武不仅是唯一可能救活我的人，更是韩青青的父亲，有他在，才能震慑四方宵小。
接到传幸福的寒暄舞，瞬间意识到事情严重性。自家闺女沉稳内敛，若非天大的事，绝不会轻易传信。他当即终止闭关，花重金租用宗门万里云雕，仅用半天时间便赶到了龙里湖。万幸，他随身带着一枚一阶上品还阳丹，这才险之又险保住了我的性命。只是这场重伤让我付出了惨痛代价，整整2年才养好伤势，胳膊却再也长不回来，境界永远停在了先天极限，寸步难进。为了进入那处秘境，我折损了20年寿元，可我心里清楚，这笔买卖我赚了。不争一时之长短，且看时势论高低，我向来看得长远。经此一事，我宣布金盆洗手，从此不再过问江湖纷争，安心在家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本以为日子会就此平静，可命运的齿轮从不会轻易停止转动。10年光阴转瞬即逝，陈府后宅的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下人们大气都不敢喘。一间满是药味的内房外，头发已有些花白的陈成乐满脸焦急地在庭院里踱来踱去。今天本是重孙子出生的大喜日子，可我的夫人苏清雅却已陷入弥留之际。我将一大家子人全都轰了出去，只留自己陪着清雅。成乐越想越气，嘴里嘟囔着：“真是越老越糊涂。”可让他闯进屋里，他却没那个胆子，不是不敢违逆，而是真的打不过我。别看我年近90，2年前自创3大神功后，收拾他这个练气4层的修士，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屋外成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屋内气氛却并非想象中那般悲戚。我坐在床边，紧紧握着清雅枯瘦的手，温柔诉说着我们结婚70年来的点点滴滴，初时的心动，婚后的相守，风雨同舟的岁月，那些尘封的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清雅深陷昏迷，枯瘦的脸上布满老人斑，听不到我的话语，可我依旧不疾不徐地诉说着，语气里满是宠溺。不知过了多久，清雅的手突然微微一动，眼皮艰难蠕动，缓缓睁开了满是白斑的双眼。她的眼神暗淡无光，带着一丝惊慌。可当感受到我掌心的温度时，紧绷的身体瞬间放松，脸上露出安心的笑容。陈洛哥，我终于死在你前面了，真好。声音虚弱的像蚊子哼，几乎微不可闻。我的心猛地一揪，凑到他耳边，温柔回应：是啊，以后就只有我一个人孤独地活着了。陈洛哥，你永远最了解我。清雅的声音带着哽咽，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我伸手给他掖好被角，轻笑一声：怎么不记得？我当年用香水把你和青舞引过来，还特意弹了一首《高山流水》，吸引你们的注意。我就知道你当年是存心不良。清雅虚弱地笑了笑，我也是年少无知，才被你轻松骗到手。你后悔了吗？我轻声问。不后悔，永远不后悔。说完这句话，清雅的面色突然变得异常红润，声音也清晰了不少。我心里一紧，瞬间明白这是回光返照，不由得紧紧握住她的手。清雅突然侧过脸，眼神里满是渴望。陈洛哥，我想再听你说一遍当年你送给我的定情诗。这一刻，我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声音微微颤抖着，一字一句念道：仙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仿佛完成了最后的心愿，清雅的面色迅速变得灰白，呼吸越来越微弱，只剩下最后一丝意识。陈洛哥，我突然想家了，想我的爷爷奶奶、爹爹娘亲，还有我的亲舞姐，我想回家。最后一个家字尚未说完，他的手突然无力垂落，永远停止了呼吸。老伴走了，我老泪纵横。当我颓然走出屋外时，陈府上下瞬间响起一片撕心裂肺的哭声。1个月后，在成乐、宣汉等人的目送下，我捧着清雅的骨灰盒登上了一辆马车，在先天境车夫的驱使下，马车缓缓启动，朝着4000多里外的梁国甘州驶去。我要完成他最后的心愿，带他回家。冬去春来，阳春3月，南阳城里的桃树一夜绽放，花香阵阵，落英缤纷，百姓们欢庆桃花节之际，一辆风尘仆仆的破烂马车停在了一座陈旧的府邸前。这里是我的祖宅陈府。刚从马车上下来，7、8名持刀带剑的汉子突然冲了出来，大声驱赶：赶紧走！陈家今天不见外客。车夫陈二是我亲手教导，见状猛地向前一步，暴喝出声，声音中夹杂着先天真气。那几人当场被震得瘫倒在地，哭喊着说不出话来。守在陈府门口的2个红衣中年脸色骤变，他们是血刀门弟子，比普通汉子有见识，一眼看出陈二是先天宗师级别的存在，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想往府里跑，去向血刀老祖报信。可他们刚转身，我已出现在他们中间，一股沉重如山的气势瞬间压下，2人像被施了定身术般动弹不得。我并未为难他们，很快收起气势，沉声问道：我问你们，陈府发生了何事？你们又是什么人？2人不敢有丝毫隐瞒，连忙交代：我们都是血刀门弟子，是我们血刀老祖想收陈府3少爷为徒，亲自来了陈府，我们只是守在门外，防止外人打扰。收徒？我皱起眉头，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若真是真心收徒，何必派这么多人守在门口，一副来者不善的模样？陈二凑到我身边，低声道：老太爷，看这架势，那血刀老祖怕是没安好心，要不要我先把他打发了？不用。我摆了摆手，迈步走进了50年未曾回过的祖宅。刚进大门，大堂里传来的争吵声便清晰入耳，气氛异常沉重。大堂之上坐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正是我的族兄陈志敬。下方太师椅上，左边坐着4位陈家族老，右边坐着2人，最上边是身穿大红长袍的光头老者，相貌凶神恶煞，正是威震甘州江湖半甲子的血刀老祖常猛。他身旁坐着一位手持拂尘、童颜鹤发的老道士，2人身后站着一排红衣血刀门弟子，皆是江湖上少有的一流高手。你们陈家考虑的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让老祖见见我的宝贝徒儿？血刀老祖语气阴沉，显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族兄陈志敬陪着笑脸：常老祖，您能收杰儿为徒，是我们陈家的福气。只是不巧，杰儿前2天去探望他姨祖母了，还没回来。等他回来，我一定让他主动去您那里拜师。放屁！血刀老祖当场破口大骂：你们陈家就会耍花枪，前些日子就用这话诓我，今天还想故技重施，赶紧把那小子交出来，否则别怪老祖我不客气。陈志敬的面色瞬间沉了下来，他心里清楚，血刀老祖是先天宗师，陈家除了3伯祖，没人是他的对手。可3伯祖已经96
6岁，能否打得过血刀老祖还是未知数。难道要请姨奶奶出手？可姨奶奶向来不管俗事，而且杰儿还在她那里藏身，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作为陈家当代家主，陈玉洁的亲爹陈志敬此刻左右为难。就在这时，一个拄着玉拐的苍老身影从后堂蹒跚走出，正是三伯祖。哈哈，老夫还想着是谁这么大的声势，原来是长血刀你来了。血刀老祖长猛一见三伯祖，顿时谨慎了许多，收敛了几分嚣张气焰，却仍嘲讽道：“陈老头，你居然还没死？看你这气喘吁吁的样子，怕是连剑都拔不出来了吧？”三伯祖毫不在意地笑了笑，拍了拍手里的玉拐。当年的御剑公子早就死了，现在只剩下我这个拄拐的老头子。不过我反正也活得不耐烦了，要不要我带你一块走？听到这话，长猛的眼神猛地一缩，坐直身体，死死盯着三伯祖。即便三伯祖已然衰老，他也不敢轻视一位先天武宗的搏命一击。老不死的，你敢威胁老子？长猛恶狠狠地说。怎么会呢？三伯祖慢条斯理地说，老夫只是觉得上路寂寞，想找个顺眼的人作伴罢了。这时旁边的老道士突然开口，陈老爷子误会了，我堂兄确实没恶意，只是见贵府三少爷天资聪颖，是块练武的好材料，一时欣喜，才亲自前来主动提出收他为徒，没恶意。陈志敬心里冷笑，怕是羊入虎口了。他隐隐觉得这两人死盯着杰儿不放，说不定是杰儿身怀灵灯的消息泄露了出去。其实三伯祖心里也清楚，自己2年前就已破功，先天真气溃散一空，根本不是长猛的对手。可他毕竟是陈家长辈，就算拼上老命，也要护住陈家。他面色平静地摇了摇头，拒绝道：“多谢你们的好意，我们心领了。陈家武学渊源，浮光剑法和云龙三变独步甘州，不需要外人教导儿孙。敬酒不吃吃罚酒，看来今天老祖不动手是不行了。”血刀老祖怒极反笑，话音刚落，陈家4大祖老和家主陈志敬立刻起身，挡在血刀老祖面前，神情严肃。血刀门弟子也毫不示弱，纷纷抽出刀来，只等长猛一声令下，便要动手。一场冲突在所难免，陈家上下都做好了拼命的准备。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低沉而威严的声音从门外缓缓传来，带着不容置疑的气势：“刚才是谁说要在我陈家动手啊？”我抱着紫檀木骨灰盒，缓步踏入陈家会客大堂，车夫陈二沉默紧随，指尖抚过盒身刻着的苏清雅3字，50年的风霜仿佛都凝在这冰凉的木纹里。堂内气氛凝重的像结了冰，一道淬着戾气的目光瞬间锁死了我。血刀老祖扫过我空荡荡的袖管，嗤笑出声：“哪里来的老残废？徒儿们，拿下！”一群红衣弟子轰然应诺，提刀便扑。我一眼看穿他的心思，这是想拿我杀人立威，震慑陈家。陈家族老们急得要起身，我却只淡淡瞥了眼身旁的陈二。下一秒，陈二身形如鬼魅般窜入红衣弟子群，闭塞真气剑从掌心迸发，快到只剩残影。那些嚣张的弟子还没摸清状况，便一个个栽倒在地，连哼声都没来得及发。先天宗师是碧海潮生宫，长猛和一名年轻后辈同时失声，语气里满是惊骇。血刀老祖的脸瞬间褪尽血色，站在原地僵住。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不起眼的车夫竟有这般修为，更猜不透我藏了多少实力。这时，一道苍老的身影死死盯着我，眼神里满是困惑，像是在记忆里拼命搜寻。我认出了他，心头一酸，声音裹着50年的沧桑：“三哥，这么多年没见，你也老了。”九弟，你是老酒沉落。三哥浑身剧颤，险些栽倒。你失踪50年，族里早默认你不在了。怎么会？怎么是以知父母样回来？我重重点头，眼底翻涌着复杂情绪。三哥，是我回来了。我的名字刚落，那名年轻后辈突然浑身一震，神色变得异样复杂。我看得明白，他多半猜到了我的身份。其他族老则交头接耳，满脸茫然。他们该是听过我的传说，却不敢信传闻中已死的人会突然现身。老九，你这些年去哪了？为什么不早回？三哥老泪纵横，声音哽咽，都没了，长辈兄弟全没了，连成功也走了，就剩我一个苟活。你怎么才回来啊？成功这2个字像惊雷炸在我脑海，我浑身一僵，瞳孔骤缩。我的大儿子陈成功竟然不在了，这辈子我最愧疚的便是家人。当年为保他们周全，我亲手将7个孩子送上马车，看着他们驶向位置。如今历经千辛归来，却要面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结局，这份痛钻心剜骨。我正沉浸在悲痛中，一道怯懦的声音突然响起：“那个，我还有事，先告辞了。”思绪被硬生生打断，无名火瞬间燎原。我冷冷吐出2字：聒噪。周身衣物无风自动，先天极限的气势如惊涛骇浪席卷全场，空气仿佛凝固，所有人都面色涨红，呼吸困难。血刀老祖被气势压得双腿发软，脸色惨白如纸。我随手挥出一道真气，他便直挺挺倒地，再无动静。全场死寂，唯有随行的老道士眼神惊恐，死死盯着我的袖口，似是看清了什么，又满是不解。他该是察觉到我气息中无半分灵气波动，却有这般威力。前辈饶命！老道士扑通跪地，连连磕头，额头很快渗血。陈家族老们先是一愣，随即狂喜，看向我的目光满是敬畏与亲近。他们知道陈家这关稳了。我神色平静，解决一个先天宗师，于我而言不过举手之劳。这些年栽在我手里的修仙者早已过了2位数。我没理会老道士，只看向三哥。三哥心领神会，沉声道：“把事说清楚，可活有半句隐瞒，后果自负。”老道士连忙和盘托出：3个月前，梁国黑冰台发了秘密悬赏，要将陈家3少爷陈玉洁请去国都。血刀老祖是黑冰台客卿，接了任务却寻不到人，便借收徒之名四处搜寻。三哥脸色阴晴不定，那年轻后辈和族老们却骤然醒悟，是东明宫。一位族老怒声道：“咱们再三拒绝，他
他竟还想强抢玉洁入赘，欺人太甚。我心中了然，东明宫是梁国皇族旁支，也是筑基修仙家族。他们这般执着，根本不是为了联姻，而是想拿陈玉洁当生育工具。修仙者后代灵根出生率极低，若连续5代无灵根，便再难有修仙后裔。想来东明宫正现此绝境。三哥当即吩咐族老处置后续，随后对我道：“老九，去内书房说。”又看向那年轻后辈轩逸，你也来，这些年辛苦你了。2个时辰后，内书房里，我听完陈家50年的遭遇，心中又悲又慨。当年我一家逃亡后，家主陈和兴杀了所有知情人，遣散族人后自绝，以保全陈家。可周家追兵还是来了，陈家死伤惨重，嫡系折损大半。直到30年前三哥进入先天，才慢慢恢复元气。而那年轻后辈陈轩逸，竟是成功的儿子，我的亲孙子。轩逸跪在我面前磕头时，我悲喜交加。成功终究没等我回来，3年前便走了，还好他能葬在祖地。可其他6个孩子50年杳无音讯，生死未卜。我简略讲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诸多细节刻意含糊，不是想隐瞒，是怕连累陈家。我不确定周家是否还在追查。这次回来，我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三哥和轩逸已然震撼不已。当听闻我在修仙界有了根基，陈家竟也有了4位炼气期修士时，2人更是激动。忽然，轩逸神色一凝，低声道：“爷爷，陈家现在还有1位修仙者，是您的重孙陈玉洁。”我正欣喜，轩逸接下来的话却让我猛地起身，声音都在发颤。玉洁今年15岁，金木火3灵根，现在和姨奶奶在一起。姨奶奶她还活着，青武苏青武还活着。我心头狂跳，急切再也按捺不住，她在哪？我现在就去。话音未落，身形已闪至门口，转瞬消失在院中。1日后，莫林城，陈二赶着马车停在一座小院前，陈府牌匾映入眼帘。我望着牌匾，满心愧疚。当年我以为青武和苏家人都死在了方彦谷，竟不知他逃过一劫。一阵生疏的琴音从院内传来，是高山流水，那是我当年交给青武的曲子，70年了，竟还有人在弹。我足尖轻点，飘过高墙，落在花园中。八角亭里，一名面如冠玉的少年正笨拙地拨弄古琴，看着他的眉眼，我仿佛回到了70年前。那时我与青武清雅相伴，满院欢声笑语。你是谁？擅闯我家！少年察觉了我，立刻戒备起来，右手一翻，多了2张朱红符箓。我闻声笑道：“孩子别怕，我没恶意，只是你这高山流水弹得不对。”少年一愣：“你知道我弹的是高山流水？”当然知道。我笑了笑，带着几分得意：“这首高山流水便是我创的。”不可能！少年勃然大怒：“祖奶奶说过，这首曲子世上只有几个人知道，你绝不可能是其中之一。”我嘴角微微上扬，带着几分狡黠：“人会说谎，但曲子不会。来，让我教你什么才是真正的高山流水觅知音。”说着，我伸出右手五指，曲张向下虚按，5道紫蓝色的先天真气从指尖迸发，瞬间连接到2丈外的琴弦上。随后，我的五指在空气中轻轻按压、拨弹，琴弦被先天真气带动，一道道美妙空灵的乐音随之而出，扩散到整个院落。琴音时而悠扬高亢，如高山耸立，气韵自然；时而婉转柔和，如流水潺潺，意味无穷。少年瞬间呆立当场，满眼都是疑惑。想来他也被这琴音打动，开始怀疑我的身份。可就在曲子弹到一半时，琴弦突然一乱，发出一声刺耳的轰鸣，所有乐音戛然而止。我身体一僵，缓缓转过头，看向花园的角门，那里站着一位身形瘦弱、满头白发的老婆婆。50年的风霜雨雪早已磨灭了她曾经的容颜，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苏青武。我们对视了很久，直到我激动的心情慢慢平复，才艰难地开口：“青武，我回来了。”苏青武看着我，心情复杂到了极点。50年的等待磨灭了太多的期盼，他原以为自己会情绪失控，可真正重逢时却异常平静，就像见到了许久未归的丈夫。他缓缓走到我面前，轻声问道：“好久不见，你还好吗？”我还好。我沉默了一下，低声问：“你呢？”一点都不好。简单的5个字让我瞬间哽咽，千言万语都堵在了喉咙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青武看着我这副模样，突然笑了，笑容里带着几分嫌弃：“这么多年不见，你怎么变笨了？年轻时的花言巧语都去哪了？老了，老的都快糊涂了。”我摇摇头，叹息道：“你也老了，咱们都老了。”青武没有接话，转而问道：“清雅呢？她还好吗？性子还是那么急躁吗？”我的表情瞬间僵住，迟疑了许久，才低沉地说：“3个月前，清雅已经去世了。我这次回来，便是为了将她的骨灰送回祖地安葬。”青武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眼眶慢慢红了，喃喃自语：“死了，都死了。苏家现在也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你还有我。”我连忙安慰：“你又不是苏家人。”青武摇摇头，语气冷淡：“我是苏家的女婿。”我急忙强调：“还有这些儿孙，他们身上都流着苏家的血。”青武，你不孤单。就在这时，一声尴尬的咳嗽打断了我们的交谈。我们转头一看，只见那名少年正满脸通红地站在八角亭里，手足无措。3日后，陈氏祖地墓园的西北角多了一座崭新的坟墓。轩逸夫妻带着玉洁等重孙辈，神情肃穆地对着清雅的墓碑行3拜9叩大礼。青武站在一旁，早已泣不成声。或许是太过悲痛，回去当天他就一病不起。我心中满是亏欠，放下了所有事情，每天都守在他身边细心照料。可青武年事已高，病情越来越重，从最开始还能下床走走，到后来彻底卧床不起。在照顾青武的同时，我也没闲着，暗中安排轩逸、玉洁等一部分族人秘密向龙里湖迁徙。陈家在龙里湖刚站稳脚跟，急需人口夯实根基，且那边的族人多不善管理。轩逸能力出众，他过去正好能帮上大忙。一批批族人陆续迁往龙里湖，时间也在悄然流逝。我守在青武身边，只盼着能多陪他一些时日。3年后，秋风萧瑟，落叶纷飞，陈家祖地墓园里，清雅的坟墓旁又多了一座墓碑，那是青武的墓。头发全白，满脸褶子的我，坐在墓碑前的石阶上，看着碑上的文字，神情恍惚，久久没有说话。夕阳西下，暮色渐浓，我缓缓站起身，身体佝偻着，长叹一声，对着墓碑低语：“青武，我说要给你一个名分，你生前
始终不肯。你这是要让我亏欠你一辈子啊！当年我给清雅写过定情诗，现在也给你写一首，省得你见到他后又说我不公平。秋风吹落了石碑上的枯叶，露出了上面的几行字：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旧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了万里层云，千山暮雪，指引向谁去？夕阳慢慢沉入地平线，萧瑟的秋风一次次拂过墓碑上的字迹。我撑着拐杖，一步步走向远方，背影在暮色中愈发佝偻。